大家好，我是吴昌业。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话题，就是风水这个玩意儿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经常说，今天你在家里面的东边摆了一个葫芦，你今天的健康就会好转。这玩意儿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能否存在一个视角，跳出阴阳五行来看待风水的有效性？风水，如果我们不从阴阳五行，我们还能够怎么来理解它？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个国外的学者叫做麦克卢汉。这个人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在这个《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这本书里面呢，麦克卢汉提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想法，就是他把人的所有的在这个社会上创造出来的一切东西呢，都理解为是人的延伸。比如他认为人的大脑可以是手机，人的这一个腿的延伸实际上是我们每一天在走的马路。它的这种功能性上的这种延伸呢，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思考视角，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是人的一种延伸。他在这一本书里面，其中的一个章节就提到了，我们的住宅实际上是人皮肤的延伸。它管控的是什么呢？它管控的是温度的调节与安全感的满足。这是他在这一个话题当中提到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即我们的住宅形同于人类的皮肤和人类内心的安全感。在这一个视角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话题，就是一个人的外在其实跟他的住宅有可能完全不相关。一个人的住宅里面呢，它往往呢能够折射这个人很有意思的一些心路历程，甚至是这一个人的无意识的一些东西。而这一个家它装成什么样子，完全能够折射这一个人的某种神我的一种延伸。所以说呢，在他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我提了一个观点啊，就是人的住宅实际上是人皮肤的延伸，是人安全感心理状态的延伸，同时呢也是人某种神我的延伸。所以说在这三个当中呢，我们最好理解的就是皮肤的延伸和安全感的延伸，对吧？比如说像我做过的一个风水客户，这个女生呢，她老是频繁的想要去出轨其他的男人但是呢，为什么呢？因为她这个女生呢，一次卵巢癌的手术以后呢，就性情大变。那我去到她的房间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她的房间的北边，因为北边代表女人的子宫然后呢就明显的呢就缺了一块因为它是厕所，因为厕所永远都是往下漏的。同时呢，她的家里面呢，所有的装饰物品上呢，总是会让人觉得多了一点什么，而这个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就往往呢是她内心的一些繁杂的情绪的一些呈现。所以当时我在他家做风水的时候呢，实际上有一个很隐约的感觉，就是这一个家里面的摆设如实的在折射这一个人的内心的所有的心理状态、安全感以及他的安全感的满足的来源。因此呢，我在做这些风水的时候，我不仅是从传统风水阴阳五行去理解它，也从这一个屋子本身折射了这一个主人的一个状态来理解的这一个女主人。所以说我当时呢，给他指出来了他家从玄学上北边有厕所这个事情影响了他的子宫发展以外，我还指出来了他所有的多余的这种软装的这种挂画是否都是从他切除子宫以后开始的。结果呢，这一个小姐回答我的是呢，是的就恰恰呢就是他切除子宫以后呢，家里面他总是想在墙上挂很多画，而这种呢是一种抑制不住的一种感觉。所以说我当时给他做风水的时候呢，恰恰呢又化繁就简，让他从这种安全感当中呢有了一个极大的满足。安全感它是一种感觉，它作为心理状态的一种，它会延伸在我们的空间上，以此又反向的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风水是皮肤的延伸，风水是心理状态的延伸，或者叫空间是人皮肤的延伸，空间是人心理状态的延伸。但是呢，不太好理解的是什么呢？它如何作为一个人神我的延伸呢？在这个里面呢，我要跟大家呢来描述一种
场所的一种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种稍微历史久远一点的这种名山大川里面的那种庙宇啊，比如说我就近的是在成都的文殊院啊，这个文殊院呢在清朝以后修建的，它历来呢作为皇家寺庙，在这个寺庙里面呢，它明显呢是有一种传法的功能的。所以说，当你进到这个文殊院里面的时候呢，你如果体感比较敏锐的朋友，他就明显能够进到这个里面，会有一种净化或者是被传递的感觉。而这种被传递的感觉呢，是文殊院历代的高僧他截留下来的一些非常神秘的一些信息。而这个神秘的信息呢，它始终盘亘在整个文殊院的这个场域当中啊，无法从这个文殊院这个场域当中脱离，就永远聚在了那里。而这个呢，其实它也可以近似的把它迁移到我们对住宅的一个理解。在住宅当中呢，也是有一个人神我的一个联系的。当一个人的神我非常强大，非常有自己的自我的使命感的时候，往往这一个宅子呢，将会具备他强烈的个人风格，以及进到这个宅子，我就觉得我进到了这个人的家，以及进到了这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这种感觉，以及我还能够被他反向影响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一个人的家里面，同时呢，往往也是这一个人他的神我的一种延伸和传递。这个里面会有这个人的法上面的一些信息，而这样的法上的信息呢，它会间接的去感染到更多的人。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空间是人的一种延伸啊！谢谢大家。